猴子将军打碎了祖宗18代供奉的骨灰盒，里面竟是一把锈迹斑斑的手枪。病危的老猴说出一个天大的秘密：5000年前人类才是这颗星球的主宰，他们阴险狡诈并且残忍暴躁，再强壮的猩猩也只是他们的玩物。直到有一天，一只叫凯撒的猩猩站了出来，他带着猴兵猴将与人类做抗争，这才为整个猴族打下一片江山。老猴一再强调人类科技的恐怖之处，可猴将军似乎并不相信这支枪的威力。与此同时，人类的飞船漂浮在太空，他们到处寻找适宜生存的星球，船舱中还带了很多地球上的猴子。人类利用基因技术提升猴子的智商，甚至教他们学会飞船驾驶。每找到跟地球类似的星球时，都会先派猴子前去探明情况。这天轮到里奥的猴子执行探索任务，可太空舱刚出发没多久，他们就检测到前方出现大范围电磁风暴。里奥通过对讲机安慰猴子不要害怕，可没几分钟通讯就无故中断，太空舱也随即偏离了预定轨道。里奥心里焦急万分，于是不顾舰长阻拦，执意要去救那只小猴子。但是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里奥的太空舱果然也遭遇了电磁风暴。只见一阵炫光袭来，飞船所有按键全部失灵。里奥也绝望地发现失去了与母舰的联系，伴随着一阵从天而来的呼啸，太空舱重重砸向地面，并在强大的惯力下直冲到湖里。等里奥拼尽全力爬出来时，却发现这里跟地球简直一模一样，这里有树有水也有氧气，甚至还有人类。然而还没等里奥反应过来，原始人已经着急忙慌地向远处跑去，仿佛后面有什么可怕的怪兽在追赶他们。他也顾不上多想，跟着这些人便一起逃跑。紧接着，人群中不断有人被袭击，仔细一看，居然是穿着铠甲的大猩猩。等里奥醒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已经沦为猴子的阶下囚。他们将人毫不客气地塞进那个笼子中，并时不时扬起手里的鞭子。这只猩猩更是满脸鄙夷的神色。里奥震惊了，居然是一只会说话的大猩猩。他忍不住向后面的人求救，没想到就这样，猴子大军压着一车子人类回到他们的聚集地。等深入其中，里奥才发现，这里俨然就是一个小型国家。虽然他们穿着简陋住的是洞穴，可猴子们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，分明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。他们像被游街一样穿过整个街道，路边的猴子像看猴子一样看着他们，直到最后他们被拉进了奴隶市场，并被烙上屈辱的奴隶印记。而小孩子则被戴上项圈，成为猴子的专属宠物。这只母猴叫做艾丽，她一直主张人猿和平相处，但在这里却没一只猴肯听她的话。她闯进奴隶市场，要求老板放了所有人。老猴子哪肯就范？如果不是艾丽有个当参议员的父亲，他甚至想将这个母猴暴揍一通。里奥看准时机，一把抓过艾丽，并附在她耳边偷偷请求放了自己。艾丽回头一看，瞬间骨头都酥了，真是猴子难过美难关。于是他花重金买下里奥，并带他回到自己的豪华别野。参议员父亲看到后非常生气，他知道艾丽比较亲近人类，但家里根本用不到这么多奴仆，尤其这个人类一看就知道还没有驯化。到了晚上，参议员摆下宴席宴请贵客，一只凶巴巴的猴子却不请自来。原来他是猴子王国的票记大将军，也早对艾丽垂涎3尺。得知艾丽今天又买了人类奴隶，他生气地扒开里奥的嘴，并说里面都是肮脏的细菌。作为从现代文明穿越过来的里奥，哪能受得了这份屈辱？当天晚上，他就决定逃离此地。里奥和那些人类奴隶已经偷偷逃出监牢，并在艾丽的带领下从小路顺利躲过搜捕部队。他们找到了当初飞船坠毁的地方，里奥毫不犹豫地跳入湖中，接着从飞船里找到他的备用工具包。他想联系母舰，却惊喜地发现母舰居然也在这颗星球。一定是队员怕自己遇到危险，所以跟过来的。里奥心急如焚，他想尽快跟队员会合。谁知众人刚走不久，半路突然杀出个程咬金，猴贩子带着手下拦住众人，是要将这几个人类奴隶带回去。里奥也不惯着他，直接抬手一枪。靠着激光枪的威慑力，接下来的路上就少了很多麻烦。他们走了很久，直到进入荒漠之中。可他们到达一片奇怪的图腾地时，几个猿人却坚决不肯继续向前，因为前面就是他们猿族的禁忌之地。里奥再次确认坐标，他坚信母舰确实驻停在此。然而等几人到达目的地后，发现这里只是一座破败的建筑。里奥进去寻找队友，又诧异地发现这里的构造居然如此熟悉。直到他看到墙上熟悉的字样，还有船舱里装动物的笼子时，里奥的大脑彻底宕机。这里居然就是他苦苦寻找的母舰。艾丽好意提醒，这些废墟有几千年的历史，里奥来这里不过短短几天。可随着里奥触动开关，防护门应声而起，所有猜测都得到了印证。为了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里奥打开飞船记录仪，紧接着一段模糊的影像便出现在众人眼前。原来当初队友为了救他，同样冒着风险穿越电磁风暴，但可惜的是他们与里奥穿越的不是同一时间维度。母舰坠毁在5000年以前，当时的星球只是一片荒漠，没有任何生命，队员们不得不在这里艰难生存。
但研究室的猩猩比人类更快适应这种环境，拥有高智慧的他们不愿再做奴仆，于是，在一只名叫西莫斯猩猩的带领下，彻底推翻人类统治。从那以后，猿族就成了这颗星球的主宰，而人类只能躲在各个阴暗的角落苟延残喘。看到这里，里奥心里五味杂陈，不只因为他的回家梦破灭，更是对这5000年前的狗血剧情无言以对。然而，当他失落地走出母舰时，却发现成千上万的人类正向这里聚集。原来，里奥对抗猴子的事迹在这里传开，他的精神鼓舞着无数绝境中的人们。于是，大家纷纷前来投靠。里奥劝大家赶紧离开，因为这些手无寸铁的人类根本斗不过装备精良的猩猩大军。可大家依旧无动于衷，看样子铁了心要跟着他。里奥有点沮丧，他所仰仗的高科技装备早已变成一堆废土，到底该如何拯救这些可怜的人类？与此同时，赛德将军跑来要挟参议员，只要你通过清除人类的议会法案，我会保证你女儿的安全，否则艾丽放走那个人类就是与整个猿族为敌。他将背着猿族叛徒4个字屈辱地过完后半辈子。老参议员只能被迫答应他的要求。到了晚上，猴子大军便开始集结，连皇家亲卫队也被全部征用。大军浩浩荡荡冲进禁区，这次是要将所有人类全部铲除。面对迎面而来的压迫感，里奥几人能扛得住吗？猴子将军一声令下，万千猴子如脱缰野马般冲向对面。反观这边的阵营，只有少得可怜的形单影只。见对面大军压境，他们更是仓皇的掉头就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里奥迅速按下遥控器，冲天的火焰将万千猴兵烤得焦香四溢。赛德也被这突然的变故打得措手不及。昨晚里奥无意中发现飞船还有些残余能量，于是作战前他让人类藏在飞船后面，只等猴军冲过来时，推进器瞬间变成捆不如丝的喷火装置。接着里奥一声令下，所有人类大喊着冲向那些还没死透的猴子。然而聪明的赛德很快看出破绽，既然人类敢跑到那个装置面前，就说明他不会再发出可怕的火焰。紧接着他一声大喝，率领剩余部队咆哮地冲进战场。有了这些强壮的猩猩支援，战场形势瞬间出现逆转，就连里奥也被一巴掌掀飞数十米远。赛德恨透了眼前这个人类，巴不得现在就把他千刀万剐。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紧接着一团耀眼的光芒划过天际，在所有猴子的集体注视下，一架人类太空舱缓缓降落在地面。舱门打开，里面赫然就是里奥当初饲养的那只小猴子。所有猿类看到这里都震惊了，他们集体下跪，将小猴子奉为神灵，因为老一辈口口相传的猴祖就是从天上来的。赛德本以为老祖来给他们撑腰，谁知他对同类理都不理，还在那人身边一副弱小乖巧的模样。赛德顿时怒火中烧，他一脸杀气地冲了过去。小猴子被吓得慌忙逃进母舰，里奥刚想追进去，就被赛德一个熊抱扑倒在地，紧接着就狼狈地跌进船舱之中。大猩猩只想锤死这个人类，可小猴子护主心切上来帮忙，也被这个癫狂的猴将军甩飞出去。这是连祖宗都不要了吗？里奥趁机拿起手枪对着赛德连打数发，可这家伙上蹿下跳，愣是凭着灵活走位躲过子弹，甚至趁机靠近里奥打掉了他手中的枪。赛德拿起那个铁疙瘩，原来这就是老父亲藏在罐子里的那个上千年前的神器。趁着大猩猩研究手里的枪，里奥偷偷按下开关，一道透明防护门应声而落。他不仅把赛德关在里面，就连射出的子弹也无法将其击破。为了躲避不断反弹的子弹，赛德最终憋屈地钻到控制台下面。战争结束后，里奥并没有说猴子在地球上的地位，他只是告诉大家人猿应该和平相处，最后将小猴子托付给艾莉。安排完所有事情后，里奥驾驶着小型飞船毫无留恋地离开此地。也许在他一生的经历中，这只是其中一个比较离奇的故事吧。里奥此时归心似箭，他想赶快回到地球，回到自己的家乡。然而当他再次穿过电磁风暴时，飞船又毫无意外地失去控制，最终飞船坠毁在林肯纪念馆前。里奥生气地跳出来，他瞄得自己这驾驶技术还不如那个小猴子。然而当他抬起头的那一刻，整个人瞬间懵逼了，因为上面坐着的并不是林肯的雕像，而是圆心上那只残暴的赛德将军。就在这时，警笛声响起，无数佛波勒将这里团团包围。然而不出所料的是，出现在面前的都是猴子。里奥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门口，人类在此刻显得如此卑微。地球到底怎么了？